嘿，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帮你寻找他在哪哈，他人在哪，他现在的处境状况是怎样哈。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你可以从太阳牌做选择，或是从月亮牌做选择。那我简单的跟你介绍太阳牌的一些指引哈。那顺便你就近看一下这张牌，看看是不是你心有所属的牌哈。那太阳牌给的一个基本指引就是说，当你人生有一些负面的方向无法选择、迷失的时候，出现太阳牌的时候，它会加强你内心的某一种直觉的力量，它会帮你照亮你内在的那些选择的一些轻重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迷惘、彷徨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答案的，可是那个最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答案，你可能当下不是很想选它，不是很能接受，因为它可能多了一些强迫性，给了一些真实性，让你有所压力。可是你心里有明确的知道，就应该往那个方向走。于是太阳牌出现的时候，它会把你真切的，你的各种需求，或是你真正心灵所向往的那个东西，把它照亮出来。所以，于是太阳牌在恋爱牌的方向，我会告诉你说，应该已经在你们见面跟相遇的路上，已经给了一个非常多的重要的指引跟暗示，还有一些符号，还有一些启示啦。只是你真的发现了吗？你捕捉到了吗？你跟着他们走了吗？那这个我们要等一下才往下看。如果你喜欢这个方向，你可以选择太阳牌。好，那接下来是月亮牌哈。月亮牌我喜欢它的一个点是，很多人会对于它的未知、它的不可知、不可预测而感到惧怕，但是我都会把它诠释为一种未知的惊喜。我时常在翻牌的时候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越害怕的地方，你应该越要勇敢的挑战跟前往。因为什么？因为意外惊喜更多哈。那如果你想要在整个故事线里面听到一些不可预期，跟你想要得到一些意外惊喜的答案，跟你没有设想的那个方向的话，你可以选选看这张牌哈。我觉得它的一个暗力量跟太阳牌所带来的光明力量，成为一种对称、一种对比，没有好与坏的分别，只有你现在心灵所属的方向，比较希望在夜间行走，还是在日光下正午之下去寻找、去寻觅哈。好，接下来我们从星座的方向来帮你选哈。如果你真的很难决定方向的话，那我们从星座随机的各一张牌，有6个星座哈，再给你做参考。我们接下来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下一任新恋人跟我们能量连接很强的人，他在哪？他现在在哪？他离你多远？他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来无差别的来把各种资讯抓出来。我尽量把所有我现在这1小时能抓到的讯息都帮你抓出来。好，来，好。等等好，来，先第1张我这一张你常看就知道，这个是几乎我们就简称为深渊里面的讯息了。深渊里面的讯息，这个讯息讲过很多次，它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就是那个 keyword。到底整个事件的发展的一个核心的秘密是什么？会在这张牌。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翻出来。再来第2张，是一种遥望的讯息。这个讯息比较像是一个很遥远的智者，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生命经历、我们的生活经历，还没到达那个岁数，还没到达那个层次，还没经历过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理解能力，记得我这边说的是，虽然我们有理解能力，但是我们的身体、心灵、灵魂并没有经历，所以我们内在的那个反动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的理解可能就只是皮毛的，可能就只是一些见解的组合。那这张牌，它比较像是非常遥远宇宙里面最光明位置的力量，它看透了一切。那他看透了一切，他就能够直接抓取你们两个人之间能量的。我应该说，区别于这章在讲的是关键秘密之外，我觉得他比较讲的是一种绝对的正念方向，所以他不会给负面能量，他会给一个该怎么说？你也可以说他好高骛远，但是他确实是一个着实具体的你们将要走去的那一个目标。那为何会有一点好高骛远？因为它还很远，但是它是一个明确的光明点，你们两个相遇就会有那一个驱使能量让你们两个往那里走的一个具体的着实点。但是要过去那里是有一个旅程的啦。它并不是你在那边坐着守株待兔，什么事情都不做，就会有一个运输机。那个升降台、电梯直接把你送去，没有，他只是告诉你说最远的那一个正念点力量会是这样。打个比方，他有可能就说你们最后会一起买房子，会一起工作，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概念。但是从现在零开始往前走，还必须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非常多的一些生活的喜怒哀乐的共享之后，会走到那里。好，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非常光明面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极端乐观的一个点。但至少它可以让人怀抱希望。好，那剩下3个位置就是比较现实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要告诉你说，你现在跟他在这一个真实、无奈、实际的生命里，你现在跟他的距离、跟他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好，认识了吗？然后不认识吗？那还有多远？好，你们中间隔着各种的关系，这边会透露出来。那从这一组，我们再往下更深入的会出现这一个，他会把它讲得更细。是什么样子的复杂的结构？那你们在附近了，有感受到了，可是那桥梁还没有搭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超然的直觉。就像我常讲的，这个位置应该多少就是在讲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的背影，你会直觉知道是那个人，可是你没有叫他，你没拍他肩膀，你永远都不能确定是他，但是你内在的直觉感受已经确定就是他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这里要诠释的是，你跟这个人很相近的时候，你们有直觉到这个人可以在一起，这个人有很吸引我的地方，这个人跟我有一个很强大的默契存在。这个点会讲得更细，比这一个来讲，会透露着浮面之下的那个骨头跟血液。来。再来这张，我们要诠释的是你们两个中间的最核心的那个光亮是什么？最核心的那个光亮是怎么被其他的能量包围的，或是它为什么值得被包围？这边会有一个定义会告诉我们说，为何你们两个要相遇，应该有非常多理由了。但是它这个位置会非常斩钉截铁，而且它会有点类似这个绝对光明面，因为它追求的是一个美好跟一个和谐。好，那这张翻开来之后，我们会在这4个位置帮你翻牌来看看它在哪。因为我们前面会先讲一下整个你们两个能量的概念，然后我们从这里这张牌翻完之后，我们就告诉你它在哪，好吗？来，好，那我们先翻开这张来，金币皇后的话，它这边透露着，我第一个画面是你们有一些你们会有非常多对于远方的向往，我们把它可以诠释成一种，你们会有非常多小旅行。那这个小比较不像是一种短距离的远行，我觉得它这个旅行比较像是诠释着离群，不是离群所居，但是也是那个离群啦，就是你们可能会排斥人潮众多的旅游景点，或是你们会排斥旺季。就像如果说日本的枫叶季已经到来，虽然你们也知道这个季节美，但是你们会提早或是延后再去。你们心中有一种美好是大于眼前事物的美好，你们心中有一种
依偎相依的两人世界，可以接纳不去追求旅行中的最美好，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枫叶季虽然很美，但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旅行的情况更美好、更重要。不希望人群这么多而破坏你们两个人的世界的那个美好，所以你们在这个取舍之间会觉得，你们会扩张两个人相处的，我觉得是内在的那个美好的扩张了。那这个有点，我觉得它也不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就走到这里哦。你们两个人，它比较像是一种默契，它比较像是一种默契。也不是说你们会完全拒绝要去这么多人的地方，也是会挑战，但是你们心中会有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一起就已经大于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当你们两个非常亲近的时候，内在的那个心境刚混在一起说，它内在那个心境会强化，把那个美好强化出来。所以可以预期这张的牌，做这张的结果还不错了哈。那这张我认为是比较物质跟直觉、敏感能量是混合起来的一个协调性极高的一张牌了。你可以把它诠释成是说，你们两个人内在里面的那个心境的长相，很像永远在外面辛苦了，回到家，家里都是打扫干净的，家里的花圃都是照顾得很好的，家里的宠物也都是毛发非常漂亮舒适的，他们的食物附近也不会太脏。这个是一个心境的诠释哈。你们两个相处起来，两个人内在心境会这样。所以他这里偷偷透露了一件事情是，你们可能会把这一件事情太过视为理所当然。为什么这个比较往下坠的一种负能量来思维？因为它这一个位置，它本来就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提醒，不是说它刻意的让你走错方向，思维错方向，不是。我所谓的不怀好意的意思是，他本来就很喜欢报坏消息，可是他内在的慈悲。因为他这里还是有非常多的能量在强调善良啦，所以他这一个位置，虽然我们把它当成是深渊里的讯息，他虽然很想要报一些坏消息，可是他已经看到你们两个相处之间的美好，所以他会用一种比较他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你们两个的相处是这么美好的角度，比较像是一种酸言酸语的概念去告诉你说，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里的定义并不是说你们一定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了。它比较像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比较酸，讲话比较酸，有点见不得人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见不得人好哈，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分不会很高，它是一丝一点点的。我只是嗅到了，我觉得把它讲出来。那你要把它用一种反弹的、旁敲侧击的对比的方式去看它，去理解它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你们的相处各方面，生活上、内在上、直觉上、平稳上，心思的交换啊，心境的交换，这些的契合度都非常高，然后会太时常发生，以至于这些特色，你们两个相处的内在的那一个平静平稳的这一个特色，在其他的情侣，在其他的恋人看起来算是蛮难达成的。你知道，有些人在这个部分是非常难达，可是，在你们身上却是变得很轻松自在，就能够契合起来。所以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担忧，我们可以觉得他的那一个善意的提醒成分比较高，但他用酸言酸语的方式去提示说，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个提示可能也有一点点在讲说，当你一切变得是理所当然之后，它有可能会在一些小波动、小起伏、异于现状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思维上的挫折感，或是小纷争，或是怀疑。所以，当你们的私下相处的时候，把这些和谐、
没有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它会转变成什么？你们会视为珍贵，所以每一点一滴都会非常珍惜，也会觉得得来不易。那它就可以破解这里所谓的小心视为理所当然。好，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有一些负面讯息，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说，它大概有70-80%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强的善意。你可以把它视为这张牌有充满一些观看你们相处之后未来性的一个嫉妒心所传出来的讯息，也就是说你们的契合度很高啦，契合度很高。我在这里所映射出来的很多两人的行走，平静的行走，轻巧的对话，还有稀疏的人潮，幽静的森林，一些小巷弄，这样子就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是非常平静的，非常安静的，是这样，是这里传出来的一个能量的情境的诠释了。我是不太看出，没有特别感觉到有什么很强大的，需要觉得能够被负能量影响的一些点呢，我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哈。我只是反射出这张牌，它有一些其他的语言，我帮你重新诠释哈。那它有一些负值，负能量的质量，我就把它转述一下，就大概讲，以这张牌的结论，我觉得没什么坏处，没有什么太坏的东西。好，那你就把它放在心里做一些警惕，做一些警惕，或是做一个某些情况非常接近我刚刚讲的那个视为理所当然后会有一些小纷争的前后的那一个小情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时候给自己做一些提醒。那它这个提醒你也可以应用在不只是未来交到新恋人的位置，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现在的人际关系。好，记得很多的顺遂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要珍惜。好，来，我们从这里来，我们再更高深更远的仰望的讯息会说什么？好，宝剑2的确这个位置都是会写一些绝对正能量了我们说过了。那它宝剑2的话，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背离情感面的角度，我觉得他可能在说的是，你们应该会比我刚刚前面说你们会更着重两人事件的那一个力道，会比我刚刚所呈现、所诉说的等级会再更加重。我为何这么说？我们先以正能量的角度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对你们现在这一个人相遇的时候，应该会急速的、快速的、很有高契合度的就进入两人世界。那这会带来什么？你们有可能会远离朋友一阵子。我们用最肤浅的话来讲，可能会被说见色忘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玩笑的角度。那从这两张牌，其实这两张牌带来的非常多的仁慈跟善意之后，都有带来一个小小的提醒：你们的幸福没有表面上看来，这么容易遇见，所以要好好珍惜。我觉得他这里底下的那个深层声音在说这个，为何他要提醒这件事？他在提醒的是，这个人的出现跟这一段恋情所带来的那个幸福感跟契合度不会随时出现，或是也许你会意识到它的珍贵，就像我这边讲的。它有两条路，就是它很理所当然，它就是有两条，一个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所以这边提醒你们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去珍惜，这是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是你们意识到了这件事情非常珍贵，而把握得太紧，而进入了更深层、更紧密的两人世界之后，可能会离开其他人一阵子。所以就呼应了我刚前面一开始说的，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应该会远离人群。那我们刚刚把它比喻成说，远离了旅游的旺季，远离了人多的地方。那他这边
包含的人群，甚至还包含了你们原本熟悉的朋友圈、交际圈，它不是永久的哦，它不是永久的，但是应该会因为太过于把握眼前的这个幸福，而脱离了某种时间感，脱离了。我讲最白一点，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们的时间比其他人的时间重要，可能会有这一个顺序。那我在这边看到了他的顺序了哈，他有可能会在你们两个非常未来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高度的默契出现，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应该是得来不易，发现你们的彼此的两人的珍贵性、珍贵度，那个珍惜珍贵的质量有一直在往上升，然后反而更加的觉得不能让它逃走，更加的觉得应该要晶莹剔透、精雕细琢的去保持、去维持。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这里牌面，因为我刚说它是一个绝对正能量，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反面，黑暗面、暗物质的位置是在告诉你们说，也许对于你们两个以外、两人世界以外的世界，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的像以前那么好。就像我说的朋友圈，可能会有些脱离哈，可能就像我刚说的，你们两个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会比其他人更重要。光这个概念一出来之后，会影响你们非常多的跟其他人关系的选择啦。好，这边给的提醒是这样哈。那我想这里应该听得懂。不过，虽然我这么说，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提醒的能量，在这里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来说，比例非常低，大概就5到10%的这个瞬间。只是因为它很明显哦，所以不得不把它讲出来。然后在我们刚刚前面大概快20分钟讲起来，好像这件事情讲起来很重要，可是我必须要更正，它大概就只有10%以内的影响力。所以其他你们两个的幸福、契合、默契、很顺的那个感觉，它大概就是在90%、80%上下在存在着。我是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这里只是作为一种小小的提醒，不要忘记。那他会在这边做，不要忘记，就是可能不要走火入魔。好，虽然用走火入魔这个角度有点太负面，不是，它其实不是，但是我用这个字句让你理解，它会变得太过黏腻。好，可是它难度就在这里，提醒着不要太过黏腻，可是他又告诉你说这份黏腻很珍贵，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神秘主义的讯息很难的地方。你会有一点想说，到底我要去珍惜，还是不要珍惜呢？哦，所以他这边就是比较很深层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啦，生命的命题啦。哦，所以分配好就好了，分配好就好了。哦，它不会让你失去什么。我觉得他比较怕的是，当你回头发现，你没有珍惜彼此以外的其他人、其他的时间，你可能会被自己的那一个罪恶感小小的侵蚀跟伤害了。所以这边才这样子说，因为毕竟这里都是比较强的正能量在做提醒。那他因为非常强的正念在提醒你，他就有可能因为光芒的亮度太亮，而忽略了背后那一些小小的负面能量了。好，所以这边会提醒你。那希望听得懂，因为这里有点难，但我想应该有讲的比较浅薄一点，很好理解了。好，而且你们的生活经验里应该已经有类似的事情了，在当学生的时代、念书时代的时候就应该都遇过了，只是他这里在做一个不要忘记了哈，再提醒你一下。好，这里这2张，应该还是可以翻其他的牌来看啦。因为他这边我觉得他的一些能量需要一些补充哈。我翻2张哈，我翻2张从比较强的理智面哈，比较强的理智面跟一些
更深层的智慧面来去做2个提醒哈。来翻2张牌来看一下，它能提醒出什么样子的位置哈。2张我想一下翻，好吧，我翻最原始的，就2张哈，各1个位置各1张。好，这里，先说他这里，你们会找到方向，然后你们2个人的相处并不会完全只是情感面的、情绪化的、直觉性的、太过感性的，你们2个不会。你们会边走边找到2个人相处的方向，然后你们会知道事情快发生了，你们会知道你们离自己原本的朋友有点太远了，所以你们会做拿捏。好，这张牌给了一个不错的像定心丸的角度，告诉你们说，前面这个担心确实就只有那5到10%的能量，它影响不了太多，这边证明了你们2个相处的时候，我认为是理性跟感性分配的非常平均哦。那他会在非常多的小挣扎里面，永远都能立刻找出跟归纳出好的方向。他不会像这张牌是3号的一个 confuse，一个迷惘，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它更像是这张牌所带来的内在的前行的笃定的方向感，因为它毕竟是从权杖2换来，到了必须付诸于行动，必须走入了那一个过程的位置。那把它换来这一个非常理智的、绝对理智的、绝对理解的位置，他所要说的是，你们对于找到那个方向，你们对于知道自己未来要经历什么，你们知道自己面对着什么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并不会被所谓2个人很想追求的浪漫所覆盖、所迷惑、所难以抉择。所以从这张牌再度看到，应该不能说再度看到，而是首次看到你们2个人对于感性跟理性的能量的分配平均能力很好，而且他给我的讯息不太像是说你可能比较感性，他比较可能理性的融合，不对。他这里比较像是说，你们2个都是这样子的人，会在情绪非常高涨、快要过去前，用理智把自己拉回来。所以你们2个的相处才会在这里翻出来的时候有这么高度的默契存在，因为他可能你们2个可能互相理解对方的做法。所以我在这边一直从这里其实一直有感受到一种无声的气质。我从这里才比较明白，原来这一个无声的气质代表着你们2个有高度的默契，而带来了某种极境。有很多话都不需要说出来，彼此都非常的理解，而不需要用非常多的言语去证明自己的想法，对方理解，好像只要只字片语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默契。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好的位置哈。哎呀，看一下哈。好。这边说着，我刚刚说你们2个在理智与感性其实是独立起来的2个很契合的人对照在一起，而不是谁比较感性谁比较理智而互补起来。我刚刚说了对不对？这边再次证明说，你们都有能够独当一面面对事情跟面对世界的能力。那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目标跟目的跟喜欢这个人出现在你身边的感觉，比较像是说，终于不用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繁杂的世界跟这个嘈杂的世界。这里比较像是这个。
那这里无关能力跟无关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纷争？没有，这边比较像是一种彼此是自己心灵上这一份奋斗、奔波之后的心灵的最好的休息处。这张牌，它不只是表面，不是表面上的这个纷闹或是坚韧。我看到的是这张牌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是你们两个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居所，好像集合了你们生命的各种经验、感性的，求学得到的知识，还有一些生命中的智慧，这些集合起来，而下了一个结论是对方眼前这个人是唯一能让自己找到那个寂静跟安静的那个去所，那个居所吧，心灵上的居所。也难怪从这边可以看到，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为了要保持这个高度的安静，而不想再去这么多人的地方旅游，也不想再一直在原地，所以才会一直有非常多的小旅行。我刚刚说的嘛，哈，一开始就说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内在的心境，应该会因为到达了不同的风景风光的时候，会滋润，会装饰起来两个人那个内在心境之美。我这边看到的是这样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啦，已经可以比较能够找到你们两个为何会在相遇的时候这么契合的就在一起的一些方向跟讯息了。好。所以这边给的讯息，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强的定心丸，让你们知道，你不会选错人。好，你的直觉上知道这个新恋人出现的时候，那一份笃定是有非常坚固的信念，有非常坚固的直觉，也有非常厚实经验的理性判断，不会错的哈。这边感觉出来，因为它这边比较全面哈，它不只是直觉的，它还有其他宇宙的讯息给的一些证明，还有一些你们自己对生命的体认所得到的答案。好，这边的能量大致上有方向感了哈。那我们回到比较真实现实生活里的讯息哈。好，我们一样先从最粗浅的位置来看一下你们所处的环境，他所处的环境，在附近相遇，可能已经碰撞，可能已经认识，已经产生火花，或是还没有认识，还没碰撞，但是能量已经对齐，或是有所连接。我们把它翻看看现在的整个实际状况是什么。金币10这张给的第一个讯息是它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了，但是这张给了我一个空虚感。它的已经出现，我确实是有感受到相处里面的一些喧闹跟幸福的谈话的声音、喧哗声有跑出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某一种空虚感很强烈，我感觉到蛮强烈的空虚感。至于这一件事，我觉得我再翻2张牌看一下，这个强烈空虚感是指的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先行的、先出现的先出现的空虚感，所以我来看一下2张牌，帮我佐证一下这张讯息给的是什么。好，等一下哈。等一下，我觉得这牌好像还有一个部分没有整理起来。OK， 这2张。都是宝剑哈，对，我发现你们中间目前非常靠近，但是
有一个外来的能量让你们两个现在没办法那么靠近。我第一个感觉是，你跟他现在的所处的环境，我不确定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反正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有纷争。我打个比方，这不一定是，但我打个比方，让你去知道它的方向是哪里。就是可能你的公司跟他的公司现在处在某种竞争状态，可能有某些标案，两个公司都想要去争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你的朋友圈跟他的朋友圈目前可能有互相不喜欢的人，那这两种能量会造成什么？会造成你们两个的情感能量没有办法用那种柔和的方式做连接。但是还好，我觉得宝剑骑士出来了，我看到了那一个排除力，能排除这一个荆棘丛林的奔放的能量有出来。那更多的能量应该是从他那里，或是他会在某一种要解决这个状况，或是适应这个状况的角度去无畏的无所畏惧的无畏的去破除。那从这个角度，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是还没有认识，因为我发现你们中间有东西挡着，需要被动的被破除之后，他才有一个发亮的眼神发现你的存在。我看到的是这个，我得到的是这个。好，他这里还有一种，我们从牌面上，虽然我所看到的直觉不关这里啦，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他这里本质上的能量讯息来去让你比较简单的去看到牌面上已经给了一个讯息是什么。它是蒙着眼的，但它即将拆开，它是要启程的，将要破除万难。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就去回溯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情况，就是总有一个光明的眼睛需要被照亮，需要看到，但是它需要外力去破除。通常如果不是这张牌没有出现，只有这张牌，你就需要靠你自己的能量去破除、意志去。可是因为它这个搭配，它会有个被动能量，那它开的是谁的眼？谁被谁看到？我认为以能量的倾向跟方式应该是他那里为了自己的事情而看到你的存在，你的角度比较像是你正在某个迷雾中，你有一个隐形的眼罩眼部把你眼睛罩住，你是无法看到他的，你比较像是被动的被他先发觉。所以从这里我会发现，在他接下来的一些期待，我应该会在聚会吧，工作，我发现一张牌来确定应该比较偏工作还是偏社交啦哈，但不一定，我只能说能量比较偏哪一个，一张看就好了。我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就直接看。偏工作比较高的比例偏工作，就这样来，应该会在类似工作的场合，类似这些。然后你应该不会一开始就立刻有感觉，我觉得不会，而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让你发现你好像有某些价值被看到，他是这个角度而不是他做了什么让你突然喜欢你眼前的这个陌生人，不是。他比较像是他发现了你某种内在的价值，而你被打动了，你才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很重要。他有一个比较暖的能量会这样看下来，这是他出现的方式了。只是以现在这个位置实际面来说，你们两个现在确实有很多外人、外来事情阻碍到你们两个的直接遇见、直接连接或是直接的联动。互动中间的杂质太多了，但还好，整个气氛、能量的气氛是，你就想是去金币石嘛，它这个幸福和蔼的，它是个很扎实的，不会被破坏的，很稳固的，
有很多丰盛的东西可以领取的，好、有很多奖励，有很多收获，各方面，这个气氛是这样，所以唯一的比较差的能量，就只是在于你们两个的相遇被很多东西挡住了啦。目前啦，还好是启示出来，时间上的进行就会破除了，慢慢的，它会很明确的出现在你眼前了，那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以这张牌来说，你看它原本就是金币石的能量在你们两个所处的环境里，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跟遇见的那一刻，其实没有太多的阻碍，它只是需要有一些流程，有一些故事性要发展，要很顺的、很自然的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出现在你面前，而不会有太多阻碍。但是我们从这里的讯息，我觉得本来就不会有太多的阻碍，它比较像是整个故事线发展的比较有张力一点，比较有事情一点，可是它完全不影响本质，是你们两个只要有感觉，而不用到看对眼而是只要有感觉，这个人的存在感很强的时候，那一份契合，那一份我刚刚说你们两个会立刻进入两人世界，那个速度跟那个感觉、直觉，就会很快的就会凝聚起来，因为毕竟它是金币石，这一个大泡泡把你们两个现在包在一起，所以无关内在，它可能是起雾的，它可能有很多荆棘的，它可能是森林满布的，它可能是高的芒草的。但是你们终究是在一个和乐的泡泡里面徘徊，寻找彼此，能量在寻找彼此而已。所以只要等到时间过了，这个雾散了，芒草被砍掉了，荆棘被砍掉了，丛林里面找到太阳光从一些细缝里面照下来之后，那份两个人的感觉就会出来，所以就立刻进入到很顺遂的了。只能说似乎是一种挑战，或是似乎也在琢磨着我们刚前面说的，可能你们根本就不会觉得这份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是因为前面这个情况让你们很早就发现你们的相遇不容易。那他这里就变成是我刚说的两条路，一个是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另外一个是可能会因为发现得来不易而更加珍惜。就这两条，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偏离，会觉得理所当然啦。但是他也有可能因为过度珍惜的时间一拉长，对于珍惜眼前这一个人麻木了，而那个麻木阶段被误感，我说的是误会感受，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其实只是麻木了。那这种麻木会没有什么起伏，没什么火花，所以会变得有点太频繁，而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冷淡，然后关系变得无聊。它其实不是，它只是这个麻木过程，你只要去寻找新的火花。但是从这里，我们刚前面已经看到了，你们会在两人世界，会在一直很多的小旅行里面去怎样滋润、装饰、提升两个人的相处心境嘛？刚前面就已经说了。所以这组牌目前看起来好像牌面一直在做很多给你找麻烦，给你做很多小 tips， 可是我觉得那都是很有善意的担忧。那他反面看到的是这份关系的幸福等级蛮高的，而心中默默的期待、期望，不要有任何小事情就让它有裂缝或破裂。大概是这角度。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更强的灵性、更强的连接上，在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金币8了。我很意外，他从金币能量这样跳，水能量非常非常弱，然后金币能量一直在辅助起来，所以他这里确实证明了我刚刚前面就已经说的了。其实这张牌前面我都已经说了，你们两个会在很多小小的小旅行里面去累积、培养这份关系，会在很多看到的新视野、新的场景、两人世界、两人心境，非常离开人群的环境里面，慢慢的去茁壮两个人的世界。
这也难怪前面会说不要因为两人的世界在黏腻，所以会失去了跟我觉得不会失去啦，只是会减弱你跟朋友或跟家人、其他人的时间。可是我从这边看到，确实你们会花非常多的心思在两个人的细腻的相处上，因为我从这边有感受到某些讯息是，你们两个会体认到，很多时候只有你们能够帮助彼此，能够最近的去照顾彼此，生病啦、有事啦，就是彼此是最强的信任。所以未来这一个出现的这一个人，安全感非常富足，你给他，他给你都有。好，因为出现的金币能量都是非常稳定、非常好的，没有迟疑的，还略加了更多的一些滋润性讯息。也就是说，那一份培养你们两个关系的土壤，是一个可以用来耕种任何美好事物的东西，是土壤，好的土壤。它不是一种很酸性的土壤，只能去培养出需要有很刻苦能耐的种子植物才能长出来的那个方向。它不是，它比较像是当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们想要往什么好的方向，成功率都非常高。那这之间，你们两个又带来了非常高度的耐心，稳定，时间的节奏感也不急不徐的慢慢往前走。主要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个人的独立性很强，不会把依赖对方，或是不会把对方想象成或是塑造成你所期待的那样子的人。你们会喜欢对方原本的样子，因为那就是你们喜欢自己的方式。也因此，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才会这么快进入两人世界。因为你们两个很像是你们两个世界的一个左右很强的柱子，撑起了这一个美好的内在心境跟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默契非常高，你们知道你们都有能力撑起这一个世界。那也因为这样，才会有一点点事半功倍。好，事情做的比较少，得到的效果会比较好。那我只能说，从这个灵性的直觉，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们很快就达到一个默契了啦。我觉得应该会有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能够生活在一起。这个人我能够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讯息就已经很强了。好，那再来我们来回到这个核心的位置哈。倒吊人，完全不意外。只不过这张牌多了更多我认为的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僵硬感。我以为应该就是这样子平稳，其实你们内心世界有更多的是想要为对方做更多，付出更多。他已经不是那种依赖，而是希望自己被对方有更多的依赖。我不想在这张传统的常说就是为对方牺牲更多。我觉得你们的特质比较不同，你们心中有更强的希望自己被需要，而从这个被需要来去肯定这份价值，你可以付出更多，而不是想要回到更多。你希望能够更被需要。那两个人又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像这一个完美天地的两根撑起天空的柱子，所以两个会在这一种想要被对方需要，而去让自己被对方需要的这一个交错，你来我往之间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和谐。它像是被动的付出，可是其实是有暗示性的，你可以让我为你付出的一份关系。我觉得这份关系非常是和谐美好，才会有这么多的金币能量来做垫底，而不是水能量或是火能量。它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扎实的、有耐心。我觉得这一组是非常有耐心的，看得到未来的方向哈。每一步一脚印也都踩得非常扎实稳健，而且有很强的倾听，有很强的希望听清楚
的能量，而不想要忽略对方的情绪。好，所以你们除了能把自己照顾好之外，还让彼此让对方知道说，别担心，我也能好好照顾你。而且这一个是互相的，很强的，它并没有只是谁会做的比较多。好，那既然这个牌已经翻到了，我来翻4张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那么多，其实我们都是好讯息了哈。只是回到今天的主题的方向，我们要告诉他说，我来帮你翻4张牌来看一下，他现在的位置最明确的讯息应该是什么？好，他现在的位置给的最明确的讯息应该是什么？好，来，好，4张哈，我慢慢瞅哦。好，我就不一个一个解释，我是用4张来做比较，我来比较明确的看一下它的方向真正的位置哈。好，没关系，到这边。有一个比较强的讯息有先出来，然后我觉得这2张的讯息比较淡，我抓不到，表示他这个讯息不是应该立刻给我，这里的讯息比较强。来，确实是这个讯息比较，我觉得没有意外耶，我觉得从这里就已经讲到了，其实这里就已经破梗了哈。我先跟你说，这4张我觉得是这张最强哈，这个我等一下再做简单的解释。这张强的点在于，很多的故事线跟布局已经安插好了，在他的角度，他只要顺着安全的选择，不要有太多的破坏，不要有个太强的挑战，只要稳稳的做选择，慢慢的走，他就会走到你身边。这是这里抽象的角度。所以为什么说前面已经破梗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中间在同一个泡泡里，只是它有一个雾，它有一个荆棘，它有一个芒草，它需要割掉。所以在他的角度，他只是现在按部就班的把他眼前的事情慢慢处理完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出现在你面前了。那回到今天的题目，他在哪？他已经在你身边了，他真的是在你附近了。只是我只能说，他一直以背对着你，或是你背对着他的方式出现在附近。好，你们一直没有转到同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向左走、向右走的那种剧情啦。为什么说他一直在附近？因为你们的节奏、时间表很近，可是总有一些小小的被阻碍，被其他人阻碍。我只能抓到这么抽象的角度，我只能告诉你，他现在真的就离你很近。然后也能够看出来，你们相遇的情况确实是会在一个平淡无奇的聚会里面发现彼此在附近，而且他甚至有可能会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谈话里面，对方突然开窍觉醒，发现我对眼前这个人好有感觉，有可能哦。可是为什么要用非常平淡无奇？是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应该会达到一个非常强的和谐状态，而让你们没有特别觉得旁边这一个人的能量磁场有特别吸引自己，而是在一些平常平淡无奇的对话，或是朋友的介绍、简单的名字介绍，瞬间讲了几句话之后，才发现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跟彼此魅力的捕捉，想要多花点时间，多讲几句话，是有一瞬间会变得非常黏腻的能量，但都不是水能量，都是土能量。所以我不觉得你们一开始见面就有非常强烈的、激烈的火花，或是兴奋的感觉，而是一点一滴发现自己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多跟这个人讲句话。
你也是，他也是，而产生了两个人一种有点小小的模糊的黏腻感，跟不想放对方离开的一个感觉在心中。他不会打滚，他也不会爆发，他只是一种奇妙的稳定，好像确定这个人也不会跑太远，好像未来也能够时常遇见。但虽然这么觉得，但现在总想跟他多讲几句话的那一种感觉。好，可是就是很平淡，聊的内容也会很平淡，这就是你们的感觉哈。那这3张牌，我觉得没有这讯息，因为我觉得这讯息都是你们旁边的人的讯息。那这边有些小讯息我可以透露，就是我刚说了，你们的相遇可能是有人介绍的，好，然后而且是非常随意的，想说，你们两个还不认识吗？哦，他是谁？他是谁？哈，你们可以聊聊，你们工作有点联系什么，有点像这样子的介绍。然后他有一点被动，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你跟他有可能之前公司有在竞争什么，哦，或是你们一起有什么活动这样子，或是你们去参加什么博览会，是附近的一些厂商之类的。我再打个比方哈，然后如果是以回到朋友圈，虽然我觉得这个能量比较薄，可能也有你的朋友圈跟他朋友圈都有去某个地方，然后彼此有认识这样子的一些牵连。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有一个非常简易的巧做一个介绍认识。那要到很久之后，你们才会发现你们有共同朋友。你们到这比较久之后，或是在亲近这几个礼拜之后，1-2个月之后，才发现你们其实在同一个圈子里，朋友圈有认识共同的朋友，只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遇见？可能是每次的主题或是邀约都会错过，总是没有去这样。可是你们有认识的这样。所以从这里，我甚至还是可以发现，为什么你们两个后来2个人世界比较重要，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圈，也发现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原本的朋友。但有一个小小的偷偷的讯息是，也没那么重要，好吗？哈，可能重要的朋友并不是共同认识的朋友啦，然后私下可能真正重要的朋友也没这么多啦。那这一个朋友圈也只是一种交际的偶尔遇见的这样。你们彼此可能也没那么重视，也有可能你们本身的心灵也不是这么重视朋友圈跟交际圈的，也有可能。好，所以才会在2个人遇见的时候，那个相依偎的感觉会这么重了。那这个比较像是你们，我觉得这里这张牌一直给我一个场景，就是你们很有可能在某些聚会的时候，觉得无聊烦闷的时候，跑到外面去坐着，去休息，想要一个人的时候，然后遇到彼此。因为这一个方向，在这张牌给我的讯息偏过于浪漫，所以我把它留到最后。但是它不乏也不缺我刚刚前面的前置场景，就是你们会在一些聚会里面想要一个人静一静，2个人做了这个想法，一起去阳台，去外面想要透个气的时候，2个人遇见，然后就在外面自己闲聊，就聊起来。这也非常符合这张牌我刚前面说的，会在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状况里面就聊起来了，然后会想要跟对方再多聊一点。只是为何我一直把它拉到后面？因为我觉得太过于水能量，而这里给的水能量暗示是非常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几率可能没这个浪漫值偏高，没那么多，但是也不是说不会发生。虽然我心里是希望它是这样发生的，可是土能量很多，我会比较偏向跟你解释，我觉得能量给的方向，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会在非常无聊的对话里面就认识了，它没那么浪漫。但我希望是这里哦。好，你们其实没有那么难发现彼此在附近，但是也因为是一直是陌生人的角度，很难去发现了。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随地一直看着任何一个陌生人会不会是这一个人，他必须我刚说的，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土能量还有平淡无奇的平凡的日子里，一个就是平淡的日子里遇见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必须要在你们2个非常靠近的时候，闲来无事的平淡很淡的感受里面，无所谓的感觉里面，就跟这个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是这个人，才发现你们的联系这么强。
它不太像是你们已经看过很多次的人，只是都没讲到话。这组不太像，你们会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会讲话了。好，然后两个人的心态都有一种我们一开始就说的，有一种想要离开人群的感觉，就是眼前所处的现实世界不适合自己。你们会有一种很强的局外人的感觉，而且会两个人同时都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会在另外一个空间，会在附近的空间，走入到同一个空间里面，产生了某种联系跟对话。那他这一件事情发生前，有非常多绵密的小杂事，让你们两个越来越近，让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面出现。慢慢看之后，这个东西越来越强。好，所以我自己这边从这边看到的能量的提醒是，不要去创造这件事哦，要非常被动哦。好，他就算我刚刚说的，他按部就班的慢慢在处理他的事情，他也是被动的去选择做安全的选择才走到的。这一组很难去靠自己去开发去找到哦。有些情况是会，他就在附近从牌面上会提醒你，让你去看一下，去创造一些。有的时候我还甚至给你说，你在你的生活圈在发一些想要恋爱的讯息，而去引诱对方出现。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是非常淡的一个能量的联系跟关联。好，所以讲到最后面还是属于偏太过浪漫，只是因为真的没有水能量在支持，我很难相信它会这么的巧，这么的偶遇。但也许它就是那千分之一或者1%的状况。那这样子当然是最好了，我当然心里希望是这么浪漫主义的。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哈。能量是像来，我再看一下这6张牌的一些讯息的联动哈。我来看一下这2张牌，它怎么诠释你们2个发现彼此很有感觉、彼此很重要的那一个瞬间。我来帮你看一下，它这个能量的诠释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这都是比较额外的讯息啦，让你有一些想象跟方向感哈。我先看一下这里哈，你们怎么在这么最近的位置遇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再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些，阻碍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么近了，为什么不立刻让你们相遇的一些阻碍哈？来看一下，好，先看这里，然后再看这里，好，我觉得这里还是再讲一次我刚前面说的，你们应该2个所处的朋友圈或者工作圈的双方有人互相不喜欢啦，哈，他这里还是有一些竞争跟对抗能量，所以你们只是有点池鱼之殃啦，本来很近了，但是因为其他人的能量而让你们一直错过，能够这么快速，所以从这里才能够印证我刚刚说的，为何你们2个都会有一种局外人想要离开大家，独自静一静的心情。也因为这个状况，才能让你们2个同时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遇见，不然你们会一直被其他人做的事情成为了一个迷雾，而看不到彼此。这边又再讲一次，而且还蛮复杂的哈，蛮多小心眼的啊，蛮多负能量都是其他人的，好，所以他必须确实是要在你们2个有一种主动内在的。这个可能就是唯一的主动了，想要离开的讯息，在你们在跑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创造出相遇的机会。好，这个也还好，我觉得这讲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特别说什么，他还是在讲说，这个人啦，要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他确实正在慢慢的往你这里走来啦。他正在把那一个芒草荆棘正在一一砍除啦，好，然后应该才会慢慢的去在最接近你的空间里面，最接近那个你们相遇的见面的契机的那个空间里面。他这里在诠释的是时间啦，
现在你跟他都没办法急，都只能再慢慢的。但他这边也说，你好像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你只要等就好了。好，因为他这边需要去做改良、去做调整的都不在你这里，而且也没有在讲你跟他需要改良什么。我觉得这边看到的都是，我讲最简单，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啦，你们就会遇到了啦。好，虽然这样讲非常平淡无奇，本来就该这样啊，可是，他没有办法让你找到他，即使他这么近。好，我觉得这里可能在暗示着某种细微的成长吧，可能要在这一个按部就班、慢慢的过程中，他会成长到能够出现在你附近，能够被邀约到那一个饭局，能被邀约到那个活动，这样。好，这个就太细，这个我只能帮你捕捉到这个能量的趋势是这样。好，那你大概有一个轮廓了。一些时间感差不多是这样，那就比较远的未来式的跟现在的状况，大概讯息就这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还是要来看一下天使的讯息啦。好，对于我们刚刚已经看完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天使给的讯息的一些建议跟方针，它会，看一下等一下，好，我来，让我想一下哈。好，2张好，来1张给你，1张给你们哈。来这张先，再来第2张，先盖哈。来看一下第一个天使讯息给的提示是什么？看一下。45的话，45是是什么名字取？我想一下，45是西利亚啊，对，西利亚。西利亚我一直在想说，西利亚在给的是某种背后的意志力啦。那我要怎么把它？它有一种意图，它有一种动机它这张牌比较难解，因为它的背后动机通常都是想要排除各种万难想要不择手段的去得到某种目标这样。但是我会把它诠释西利亚背后所谓的动机这一个能量很强，它比较像是意思是说，我把它转换成一种你内在意志的渴望啦。我们把它变成比较笼统或是比较大众化的解释，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希望这一个人能够比较提早出现，或是出现的比较明确，你能够知道，我觉得内在对宇宙的许愿，把你的意志丢上去，你的渴望要时常丢上去的这个意志要加强起来。为何说要加强？你今天来看牌就已经非常有强烈的欲望可是它好像不够具体。我非常常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丢上去的，就是你要许愿，你要许的非常具体呀。虽然有点天马行空、好高骛远，你要但是你可以多去许愿，讲清楚你想要的爱情场景是什么，或是今天已经看到这个牌的内容了，我已经告诉你一个很强的轮廓了，你加强自己的意志，把这个轮廓想清楚。我刚刚讲的是2个一起去远行，去一些淡季，2个一起去旅游，那个场景会是什么？你能想象出来吗？跟你一起走在一起的人，你们穿着什么衣服？你们去什么小店？走在什么小巷？看着什么山？什么小溪？有一起骑单车吗？这些的场景，有一些过一些特别的小桥吗？是去日本吗？是去欧洲吗？是去北欧吗？是去南美洲吗？这些具体的画面，你可以认真的想一下，把它成为你的愿望、渴望，去丢到宇宙去，具体的成为你的意图，成为你的意识，让它变成归纳的比较具体。也许会有其他的能量帮你把这些芒草荆棘拨开，让它好走一点，让它快速出现在你面前一点，让它更容易看到你一点。这里的天使讯息我把它转换成比较正念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来，再来是29
29的是雷耶尔，雷耶尔讲的很多的是解放的东西了哈。所以我觉得这章可以呼应这个啦。你可能对于爱情的渴望的具体想象没有解放你的想象力啦。你想象的爱情样子，可能也有一点太过实际。对于未来，对想象这个人理想中的人，你可以再多更多的、更宽广一点。但是脑袋记得闭着眼睛，要比较清晰的一些有叙事性的样子出来。如果你没办法想出来，你都只是一些只字片语，那这个意念会非常薄弱。并不是说这个许愿会不成功，而是你给的这个 buff， 你给的这个助力，它还是要从你自己的意念里面去 push。如果你有够强，时常冥想中把这个许愿丢到宇宙，这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形容方式。但我通常会比较想说，你要加强你的意识的具体化，它要让你在你的脑海里变成比较实相的东西，这个需要做练习。要去想象你可能会跟什么，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场景，跟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走路的节奏啊，旁边的风声啊，走在什么小巷子啊，如果是在日本，在京都，或在哪里，或在四国九州，或是在更北边，看你大学的日子，现在进阶大学日子各种，用一种好像你已经在未来经历过的想象去把它具体想象出来。他的身高，你们吃的食物这些想象出来，它会变比较一个具体的能量浮现出来。记得要把这个意识从这2张牌的解放出来的，把它有一点点不负责任丢给宇宙去执行啦，可以啦。毕竟这个是神秘力量它是比较多的一些我们难以捉摸的力量，但是我们唯一有的是什么？加强我们的意识能量，让它更具体。让它在我们脑里更实相的呈现一些，这样子多多少少，我觉得会能够促成某些能量的前进，好吗？好，那到这里很多了做小提醒，所有的内容你不用全部听懂，记得我每一集都会说，只要1句2句，一个关键字2个关键字，能够对你的内在有影响，能打动你去重新思索，你去感受到明确的方向。都是有用的，我们追求的是这个。记得不要太过依赖跟沉迷这里给的答案或方向，来去破解你现在的迷惘。记得不要太多这样，你应该要从里面找到只字片语，可能会成为你的金句，今天的金句，而与你内在的思维做一个融合，转换成，记得这里说到，转换成只属于你的明确的思索的那个答案跟方向。那个意识，那个才是你的。好，这里是给轮廓，给宇宙的讯息，让你找到方向。太像，就像我们说的，你进入一个山洞里面，你以为你直走就会找到出口，其实走进去才发现里面的洞越来越多。那这些就是告诉你方向，给予你指引，让你感受到里面的氧气，走哪一条路才会更丰盛。你会照着直觉知道，就是那条路就对了。是这样子的意念好，希望你在这些好的讯息里面能够得到很多的智慧跟指引，这最重要。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他在哪新恋人暗恋你的人不知道，反正就有一个很强的能量跟你连接的那一个人他在哪来，我来帮你找一下了那我现在开始都会比较很细节的慢慢跟你解释现在我们将得到的讯息的方向，跟它的缘由、它的来由，跟它的本质上的意义是什么，让你比较有个方向感那我们会帮你捕捉整个轮廓记得，如果你常来看的话，我最后都会跟你说，你得到的所有讯息都要结合你心里的那个声音，让你自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向。我知道你们都很急。这需要迫切的需要给你某些指引的方向，但记得这里的所有讯息都是一些参照甚至我会把它讲的比较微弱一点啦，让你
感受到它需要结合你的内在的声音呢，成为一种指引。好，我是不希望你们太过于依赖这里的讯息给你，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要非常坚定的确定自己内在的某种直觉告诉你说，这是份迟疑，你心里有种怀疑，那就怀疑下去哈。你要以你所在的位置的人事物地的感受，去确定这一份指引是不是非常契合，跟能够辅助你。这个很重要，辅助你往那个方向走起来的时候很正直、很直觉、很明快，思绪很清晰，这个比较重要哦。好，那我们这边所做的就是很强烈的辅助功能我会尽可能的把各种我能够瞬间就在这1个小时里面能够捕捉到的明确讯息，立刻告诉你。好，来，我们弄5章来，通常第1章就是所谓的，我都会把它简略成叫做深渊里的讯息，但是从我这边的解释，我会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负面、负能量的讯息好一点，我会跟他说，这可能是个乌鸦嘴讯息他可能会跟你说，你往东可能会被会跌个跤，这种乌鸦嘴讯息。所以他可能，如果他带来是一个很好的讯息，那就表示说，这个位置他忍不住告诉你，他不得不承认，你将要遇到的这个人是个非常好的方向，非常怎么讲，是你一定要遇到的好人那他会有点不情愿的，还是承认了这一个讯息，所以他会讲出来。那如果是个负面的讯息，我会再从里面帮你找到了他非常重要的警惕因为那是他的这个位置的责任。好，我们等一下再深究一下。来，这个位置是更遥望的宇宙讯息通常它相对于这个讯息，它会更加的正面了有点太乐观，但是它给的方向是一个非常明确具体的未来性。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比较深的低谷，有点不太相信未来，那这一个讯息，它多多少少在给你一个非常光明面的一个光芒，它很像在你黑暗中给你一个唯一的像出口一样的亮点。你在彷徨迷惘的时候，你只能往那里走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强而有力的超级正面的信念。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放它给我们什么。那再来是3个，我会觉得它会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生命中的3则讯息那他这里会讲的比较贴切于你现在应该会遇到的现状，以及你跟他是否距离非常近或远，还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连结啦那这里会比较具体，是你应该能够垂手可得去改变的一些现状。伸手去改变的现状，或是垂手可得能够得到的现在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收获，或什么会在这一个区域。但是今天这题，我们会以这个核心的牌再去做一个四方的牌，我会翻4张来帮你找到说哪一个讯息更贴切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答案。今天的答案是他在哪？他离我近吗？他在哪个方位吗？他现在跟我的关系各方面这个明确性，我会在这4张里面去挑选那一个讯息最明确的那一则。来去告诉你，然后再去比较一下每一个位置这里并不是只是翻4张它有自己的排位，它有它自己的背景定义。可是今天它会比较属于哪一个，我会在翻牌的时候再确定一次好，那这个前面的解说先到这里我们先来翻第1张我们很平常说这个就是深渊的讯息，它给了什么？权杖4，这就是我刚说的，他不得不承认你们2个现在是走在很好的方向，而这个方向以我的第一个感觉，它是平行的。我虽然在思维上有点迟疑，它是对齐而面对的，可是在我在这个思绪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往这个方向，而且是这样子并行前行的这样，所以我会从这里觉得你们有一种持续的错过彼此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不算是个坏事。它在某一个在我翻牌的经验来说，通常这个现况看起来都是在告诉我，需要传达你一件事是，你们只是相遇的那一个事件还没有完成，所以即使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它是这样子往前行吗？表示你们现在的生活有不断的移动中，不一定是从东往西这种移动啦，也有可能是你们现在人生正在一个很不错的成长路径中。那为什么要用移动的方式来形容？那就表示如果你动，它不动，你们的距离就会拉远；但如果你动，它也动，它成为了现在我看到的某种平行，表示你们都正在一个很不错的成长期，有自觉的、不知不觉的都算，因为它算是比较sorry， 它算是比较像是一种能量在身心灵上的成长啦。所以以这个推敲，从这里所讲的，我觉得他那一个你们相遇的事件点，可能是有条件的，好像需要你们两个更完整。我平常都会说这是更完整的时间点让你们相遇，但是我最近又觉得完整这件事太难定义了。我会觉得应该像是说，你们都成长到了某个能够看到彼此的分数啊，就说可能至少要有70分才能让你们两个相遇，这是一个比较玩笑性的说法啦，它不是个考试，只是我们需要时常用一种比较拟人化的方式，我们平常口语化的方式去解释什么叫做能量到了那个时间点。那它这个我就会觉得说，它就是现在没有遇到，我们可以把它思维成是提早遇到，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因缘相遇的时间点啦。我觉得这里有更多的是你们两个应该可能要茁壮到比较适合彼此的时候再相遇，这样。那这张牌给我的时间感没有很遥远，它是有一种在路上了，已经在路上了。那是否已经快到了呢？是否快到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明确知道的命题哈。所以以这个命题点，我可能要拿，因为我在思考我要拿哪一副牌哈，因为有些牌跟我个人的灵感接连的比较强，有些牌是跟对于比较宽广的讯息接连比较强哈，在我的直觉感里，那我这一题还在没关系，我用我的个人比较感受比较强的角度帮你们翻一下哈，就翻一张来确定一下，他现在这一条路是已经快要见面了，还是对于那个事件点的发生还有一点小小的遥不可及，还是需要一段酝酿期，还是建设期？不知道，好，我来帮你翻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哈。因为我也想知道了哈，我通常翻牌我是充满着好奇心的哈，我每一次翻我都非常渴望有我难解的讯息，而不是我惯常时期就是平常习惯的日常啦，习惯的日常时段里面很常遇到的一些比较普世的讯息，有的时候会一些非常难解的讯息。我非常好奇这些讯息的出现，所以今天我特别把这牌拿出来，因为我总觉得这组牌应该有一个很难解的东西，我需要特别翻一下。好，就一张哈，来这张。我们用最表面的是有。快到了那个时刻，而且有外力的介入，有别人的引荐，有欢乐的气氛，这是算是一种叠加的双重欢乐气氛出现了。对我来说，它是两种不同元素的喜悦、欢庆、祝福，角度不同。为什么说角度不同？我们单以祝福的角度来说，这张牌讲的是你自己踩到了幸福的点，然后加上一些其他人的认可，所以它会加重你对于这份幸福的确定性。那这张比较像是你被引进了、带领进了那个幸福点，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两组加成的幸福点的状态会出现。那它的结论是什么？它的结论是你跟他人都在促成你们两个这一个幸福的相遇。好，那与远近来说，我觉得
我只能说它 turbo 了，就加速了啦，加速了，加速了，再远也快接近，很近就也快到了，所以就白一点讲就是不远了啦，不远了。我们才翻2张牌，我觉得都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些讯息了，至少方向感现在是可以，能够期待的东西有比较多，能够期待的东西的角度啊，方向是比较多了，也比较确定。那我再翻一些比较细节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但没有很注意的角落，在这里给的讯息，这是我多翻了，但我总觉得这边应该有一些空间可以放一些在这里需要的讯息，来，我来翻看看。那它这种讯息会比较像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讯息啦。好，我找一下哈。还没到，差一点哈。好了，这个好了，2张，那就这2张。的确还是需要一些促成，有一个力量正在你跟他没办法注意到的地方正在调整中。好的讯息要过来哈，你看这只乌鸦哈，它反向，就是说这个是背面牌通常这张牌对我来说，我是需要得到的是好消息，但是它会比较像是你有的时候生活中失去某些重量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会去听占卜，会去听星座，看看这个月的，就是说可能前2个月都非常难熬，很难往前，所以你会把很多的寄望在每一次下个月的星盘解说，类似这样子，这是大家比较平常会遇到的每个月的星盘解说，你把它寄望在那里，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寄望会在那边听到好消息，那从这里得到的好消息是不远了。然后也有一些好消息正在进来，但是这个好消息的本质是有其他的人事物正在协调你们2个之间的能量，所以我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好，这个协调的结果是会帮你们2个的相遇跟相遇的时间跟距离都开始拉近，也就是说本来是平行，它已经开始有点弧度要相遇了。好，这边有一股能量已经正在协调好，正在调整好，差不多要让你们相遇了。把这个故事线发展完，然后从乌鸦的这个方向来告诉你说，这是一份冥冥之中、冥界之中的一个好消息，来报喜，来报这个消息。对我来讲，乌鸦它比较像是给明确的讯息，它不像是把坏消息给你。即使是明确的坏消息，我都能够立刻去，我的习惯啦，我会希望能够挖掘它所背面的可贵意义。通常都是，我是觉得它是比较没有性质的，不会分是正负，而是它的价值点在哪里，这个讯息价值点在哪里。那我只能说，这里最浅薄的、给最浅、最好懂的讯息就是说，别担心，你们的相遇有其他的能量正在支持着，有在调整中。即使你们2个有很多的能量，我们把它转换成生活上，就是说，可能生活上的会有一些不对称，可能环境上、时间上搭不来，时间上就可能说你们的上班时间不同，相遇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要能够遇到难。那可能你们的生活圈、朋友圈是2种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所以要相遇难。可是这张牌出现的是说，别担心，它有很多的事件发生，正在让你们之间有一些合理的串联。可能会有你这边的排班调整，可能会有1个月、2个月，希望你会比较早来上班，或是比较晚下班、晚上班、晚下班这类型的调整，也就是这里的调整，或是他那边，所以会让你们在时间点上会比较对齐，所以遇到会比较容易。即使在同一区、同一个上班区、银行区、商业区上班，会让你们比较容易遇到。那遇到也不是说保证就会让你们认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保证，让你们在心里既定的感受上，对于整个环境里，对于这一个人的影子状态、残影状态更加的凝聚，更加的具体。然后等到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好像认识这个人很久，看这个人很久，其实是因为在生活中已经非常常遇见了。它是以一种重叠性的剪影方式，一直不断出现在你生命里。它会有这种调节啦。
那再加上权杖国王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一个动机，这一个让你们相遇的动机，是有非常强大的能量跟稳定的能量去支持的哦，去支持你们相遇的哦。所以你们的相遇是比较接近于安排好了，时机该到了要相遇，而不是偶然的。这里的偶然性太弱了，因为有太多的外力，有你们自体的前往去遇见。有其他人感受到这两个人能相遇而创造了相遇的机会的外力祝福，那也有其他我们很难捕捉到的事件的能量正在自己调整好到同一个水位、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质量。那这些运行都需要有很好的能量作为能源，那还好有权杖国王在底下，成为一个很强的能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完整的促成。所以我们从这里，从深渊的讯息所这边看出来的各种讯息，其实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一个蛮不错的完整性，是在说你们的相遇似乎是势在必行啦，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即使想要从中挑三拣四的去鸡蛋里挑骨头的去找到那些缺点，好像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它有一种，我一直觉得从这里我都一直有一种感觉是，你们这个平行有点久了，总要让你们认识看看吧。好，最简单最浅的讯息有这个哈。那我们还有很多牌我们可以继续看哈。这里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哈，已经得到了祝福。来，我们来看遥望的宇宙讯息给的讯息怎么说哈。金币4，又是4。先说都是4的牌哈。无论正负能量，我都会觉得它在一个安全期，它在一个有受保护、有能量守护，不会偏移太多，是稳定的。只是它这个安全保护，也可能可以讲成禁锢，但你也可以把它讲成城墙。守护都可以。如果2个4都跑出来，那就表示稳了。我会觉得他这里讲的是稳了，加上又是金币4的话，我会先拿掉他的所谓的固步自封、自我保护的负面思维，我会比较偏向于以这个位置。记得我这边说，它是一个绝对正能量、绝对光明能量的角度。好，而且它是一种很高尚的经验所统合出来的一个结论才给的讯息，他告诉你说稳了，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我前面比较想的是说，好，已经走到这了，两人的关系能量稳了，该见面了，该见面了。那这里比较像是透露了一个讯息是，其实有其他的能量在居中协调哈。记得我们要说的是以比较拟人化的方式去形容这个。有能量在居中协调了，但是以我的角度，我会比较诠释成说，能量在附近相处久了，自己会找到自己的方位、方针、融合的方式，然后让你们2个能量差不多融合起来了，才会让你们一直在这么近的距离，突然间能够看到彼此。所以你可以回顾你人生有很多经验，就是你刚认识了一个新的人。可是你们2个谈天，才发现说奇怪了，我们在同一个社区生活，我们甚至在同一个大楼上班，我们甚至坐同一个公车线，任何大众运输交通系统，你们都非常接近。可是为何就是没有遇到？为何就是不认识彼此？但是我通常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晚来的契合。我们在用更平凡的说，是晚来的缘分。你们才能够在遇到的时候，才会突然立刻契合起来啊！甚至有很多很常见的状况，就会变成说：你认识的这个朋友也是我以前的朋友，或是我们以前认识。有些更紧密的，会是你的高中同学，可能是他的大学同学，会有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联系，表示这个联系已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联系起来。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平行往前走。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那个事件创造出你们该认识的那个时间点，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急，因为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还有一些事情
故事线在发展中，我们在期待的是这个交汇点，可是也许它就是还在走，可是角度是对的，或是更强烈的对齐是还在走，它就是会交汇。那只能说这个讯息告诉你说是稳的啦，稳下来了，就只差时间问题。如果你非常长来看，我都会跟你说，我们最后看到的都是只剩下时间问题，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会有极少的时刻，我会有点担忧的是，时间到了，可是两人的能量都还没有好。他要么就是要开始错过了，要么就是要见面了。可是两人一开始相遇的能量会变成比较接近不打不相识，或是会有几次的错过。就像我们前几天的牌确实有翻到说，一开始相遇的时候是互相讨厌、互相排斥彼此，需要花蛮多的时间、更高频率的遇见之后，才会发现彼此的好。我觉得这个好一点讲算是琢磨，但是坏一点讲，我会觉得辛苦你们了。那以今天这组牌，我反而觉得他其实准备好了，就只差时间问题。我觉得这样子平稳的比较好，至少后面的续航力、持续性、稳固性是比较能够长远的。在人生这一段是比较能够长远的。好，那一样，我还是一样多抽一张牌来去诠释这张，看有什么。因为这没有特别紧要，我只是个人想要多抽一张牌的话，那我就翻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它差一点点，那个讯息差一点点哈。我通常都不会讲到，那么深啦，因为它还是比较像是有一种直觉感受力的一些讯息，我通常我会有开始思索，所以我在思索要怎么转换成我们日常的语言。那在这组虽然是稳了，可是这个稳的定义不够细腻，对我来讲不够细腻，所以我需要再翻一张来去确定它这张的稳了的方向跟角度，跟那个有棱有角的讯息到底还有什么我觉得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你们还没有相遇，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他在说还在设计中。记得我说这是比较拟人化的方式它有可能会让你们平淡无奇的相遇，然后就平淡无奇的温和的认识、做朋友、喜欢对方在一起。可是这里好像有一点玩味、玩耍的感觉，好像想要让你们的相遇再更特别一点，想要让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的人生能够更崭新的进入一个新局面一点，不然以现在整个稳定的状态，好像就是会平铺直叙的就这样下去，好像没什么惊奇点、惊爆点。现在好像这边好像有偷偷透露了一个小讯息，是好像需要多做什么，需要多做点，需要多做点什么的感觉，好，我觉得这里差不多，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思索一下。好，来，那这里通常比较遥望的讯息比较有点不着边际的讯息，我这里差不多就交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来，我们来回到比较现实面的这两张比较物质面的这两张啦。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这张我们都会把它定义成说物质世界里该发生的事情、该面对的事情、该得到的讯息。那他给的是跟这张一样，所以我更加确定一件事情是，你们早该认识了，可是能量上又觉得这太频繁了。他的讯息比较像是说，这两个人等了这么久，应该要让他们相遇的事件点再更有记忆性，更成为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对你们两个未来人生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有点小小的鸡婆了啦。很多人已经等待很久了，只让我们相遇就好了，让我们认识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创造这个？
我觉得以我看牌跟看很多人的故事发展，我都会觉得这个相遇点的惊奇点、惊喜点、浪漫点、奇异点非常的重要。它的强弱，我觉得很关乎未来两个人的情感发展的坚韧性。坚韧性总要特别一点啦，总像有点像结婚的时候，总要让那个结婚的点能够更有记忆、更丰富，因为人生可能只会经历过一次这样子的状况，在同一个人身上，它不会有2次。某种喜悦只会在某一个人身上有那样子的样子，你在复制这个经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在这边他在琢磨的点比较像是说，你跟这个人的相遇，无论是对你还对他，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已经等了很久了，已经铺张这一条路，铺这条路，铺梗这条路铺很久了，好不容易要相遇了，怎么可以这么平淡？可能有这样子的感觉，有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把整个能量把它拟人化一点，像是有一个人想要再多做一些什么。可是如果在我看来，只是能量这一个平稳，就是说，如果这一条能量把它定义成你们的相遇，它是这样子平平的，就这样子，然后相遇，然后再平平的。那它太过于平静平衡，似乎以未来的角度会觉得容易被淡忘。我觉得它这个能量比较像是未来的你们，或是未来的你，回想到这一个相遇点太过平淡，不出奇不出彩，所以心里会有一种小失落的未来性能量往前推，去产生这个能量，好像要在回顾到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能够多做点什么。有的时候能量我们说过它是共识的，它并不是一个单线的时间轴。可能未来的你的这一个意识能量被往前推了，好像才需要在这一个相遇的时候多做些什么。那多做些什么，可能只是对未来产生了更好的记忆，再更丰富，增加更多的浪漫，应该不会太改变什么主轴上的事件。但是因为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们常说你把意识传到空中之后，它会影响很多不知道哪个时间位置啦。好，在我的概念里，我会比较认为说，我们常常在抽牌，有很多时候以共识的概念，比较像是未来的你的意识来帮现在的你了抽了这张牌。以拟人化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把它想象成这样。所以有些讯息，有的时候是未来的你，或是平行时空的你的意识能量，希望抽到这张牌。或是希望传达这个讯息，那讯息转化成牌的讯息，它才会出来是这个样子。讲起来是非常绝对神秘主义的，但是当你相信是这个的时候，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着重自己的意识，在心底的自己的意识的强弱跟具体化，怎么去影响你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很重要。最多的、最容易影响的就是你的下一步、你的明天、你的下一个小时。这是最近的，因为能量最靠近，最容易影响。这样好，那它当然还有很多的解释啦。它也有可能是当你有这个意识，希望过去能够多做些什么，而没有做。当你意识到有这一件事跟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思绪的时候，其实它有的时候也在告诉你，你应该要原谅自己啦，要体谅过去你的无能为力了。有的时候它会有这样子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角度。那么回到今天这张牌，我会比较猜测是应该有比其他的意识能量，希望在你们相遇的时间点能够再丰富一点啦。当然，我把它讲成是可能是未来你的意识往前推，这只是其中一个猜测跟一条路线，我没有办法完全确定。我只是跟你说，在共识的概念里的时候，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好吗？那总之，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你们的相遇应该会在一个蛮特别的情况里面发生。好，那可有可无。好笑的就是，有趣的就是可有可无。
因为你们的相遇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似乎会更特别一点。好，它可能会影响了在未来某些你们关系上的低谷里面，因为回味到这件事情而成为了某种疗伤吧、治疗吧、治愈的善意能量，善良的能量。这样，那我们从这边抽到的这张牌，我们再回归到更现实的位置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因为我觉得为何要拖这么一下啦？这两个人已经很需要相遇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一下了？那我会去挖它背后的意义，就是我这边得到第一个讯息，我觉得可能你们之间那一个搭桥的人事物，应该算人，有看出来你们两个的相遇很重要，或是看出来你们的很合适。我通常会在这个位置去找你们两个事件发生的那一座桥。那以人事物地的这个重量来说，我第一个得到的是人，你们好像有共同的人，共同认识的人，会成为你们两个相遇的一个很强的媒介。我目前得到最浅的讯息是这个，我再帮你翻一下，以这一个题目翻一下，就翻2张，看它的走向往哪去。这个还算抽象哈。有个时间，看来人事物地会更偏，我的感受是人，但更偏向于事，好像会有个事情。当然了，一定是有个事情才让你们相遇啊。因为它只会区分于偶然遇见跟有事情相遇嘛。那看来它是比较偏向有事情相遇，但是我觉得融合我的直觉，我觉得应该确实是有个人创造了某件事情让你们相遇。这个太频繁发生了啦，而且这个非常合理。不外乎就是有事情让你们相遇，跟自然而然遇到。但是我想要抓的是，为何这里有一个讯息告诉我说，那个人还没想到。那他想到了什么事情？好像还没想到带你去哪里，然后也有因为我觉得这里偶然遇见的性质也很强。他这边有一个很强的深层力量，一直在提醒我说，这两个人的共同拥有那一个桥梁的可能性不大，偶然遇见的机会也比较大。所以这边到这里我会比较偏向的解释是，那一个会带领你去遇见他的那一个人，一开始的意念只是带领你去那个位置，去那里吃饭，去参加什么活动。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带你去认识他，只是他恰巧也在差不多的时间线，或是得到差不多的资讯的时候遇到了，或是在那里要出现了，所以你们会遇到。那你们两个本来是不认识，所以你们遇到了也不会有任何沟通跟聊天，可是他认识他，他跟他有连结，不知道是工作还是什么，所以他们会打招呼，他们会遇见。那当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跑出来了。这是我目前读到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式。总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做桥做球的人啦。那从力量牌我可以看出来，跟命运之轮可以看出来，这一个我刚说的这一个，你被带领去，你被介绍去，你要跟着去的这一条路的这一条事件故事线已经在运行了。那命运之轮通常我会说它的加速性，它的时间性是应该至少已经过半之后了。它的出现我都觉得它是一半之后的事件了。那我觉得这里因为力量牌的加成，我觉得它已经过半好久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事件的发展应该已经，如果说它从0到100%，100%是这件事件的发生，我觉得它大概已经过半，就超过60%了以上了。所以这个事情促成你们两个相遇的这一个事情，跟这个人他去创造这件事情，他想到这件事情，差不多已经快到了，也有可能是时间快到了。就是说，可能他9月就知道有某件事情可以带着你去。可是他到10月的时候才确定要带你去，
差不多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也算是时间要到了。那他，以这个逻辑来说，应该再符合前面的加速，我刚说的一个 turbo 状态。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把握一下跟朋友出去的机会，跟任何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记得不要错过你眼前的陌生人的认识的机会。好，他这里没有理所当然，因为我觉得中间一直有一个你们之间眼神中都有一块薄膜，有一块雾，解析度不高。它会很像是你在空气不好的日子里看不到远方的山的那个感觉，在你们两个的眼神中间。所以这边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是，当你们两个很接近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座桥，没有这一个做球的人，呈现了一种明朗的状态，你们两个似乎会在很近的交际生活里面也会持续的错过，即使能量上感受很强。所以他这边还是留了一手，需要有一点主动性，是尽可能的大方去认识你周边的人。那这个讯息我也在同时传给他，传到宇宙，希望能够让他接受到。因为我自己心中是热切期盼他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了。可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个牌，他看不到这个体系，我是心中热切期盼他有这个意念，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出去认识朋友的时候，能够更热情、更大方、更积极的想要认识更多人，让这一座桥，这个座球是自己做给自己的，而不用靠其他人，自己的主动性去扩张你近期要遇到的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一直处在非常近的距离，却看不到彼此，因为不够清晰。而且这一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是发生一次了，好像这一个部分已经是最近的一次了。在最近的生活里面，你们会有最靠近的一次。只不过这一个相遇一直有一个偶然气息，好像不是完全依赖着别人帮你们创造认识的机会，好像也在说你们这一个最近距离的相遇，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偶然性。只是能不能把握住，还是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主动性跟积极性，才能够拨开那一个薄雾啦，才能够把那个镜片擦亮啦，好像有这个。所以这边可能在给的提醒是两个：第一，近期你可能会蛮有机会认识新朋友的，记得好好认识；第二，可能要多注意一下你心中的对人的一种感受上的直觉。他跟你很靠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直觉力应该蛮强的。从前面这里讯息所累积出来的一个答案，你们好像比较难错过。当两个人眼神对到，当两个人有互动的时候，很难错过对彼此的好感，不太能够忽略。那就差在怎么出现在彼此的眼前，这件事情应该还算蛮重要的。时间快近了，距离也很近，总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牌在玩弄我们，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积极性啦。这一组似乎，我必须说，你们的积极认识人，最近跟新朋友认识，这个并不是今天的题目里面的必要，你一定要做的事。我只是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破口，可以促成你们两个更快速、更拉近更近的距离，就是你的积极性跟主动性。有些牌我会告诉你说不用，因为对方会有呈现一个非常强烈的火能量，积极性都很够，水能量也很够。你只要坐着等，它就会立即出现在你眼前，他会忍不住。可是今天这组，好像两个人都必须协力的去把那一个迷雾拨开。虽然拨开的目的，启动能量并不是要找到彼此，它的启动目的比较像是开放心胸，大方的去介绍自己，认识新的朋友。他的人比较像这样，那他会在这一个启动的能量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偶然性，我刚刚说一直有一个偶然性，才会意外的发现彼此在眼前。我觉得我这边得到的信息诠释最多就到这个程度哈。那你可以好好使用那一份大方哈。即使你本来不是这种人，你可以也当作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有一次机会，你慢慢的进步，其实不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更深层的哈。这主要讲的是，当你们两个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非常强烈的能量把你们吸引下来哈？那金币6的话，
的确就符合我们前面讲的那一份熟悉感很强哦。那我通常会看到6的牌的时候，我会去思考它有多接近圣杯6。那从这里推敲来说的话，我认为他给我第一讯息是熟悉，我觉得他连接到的圣杯6的熟悉感跟旧过往的东西还蛮近的，尤其在我前面就已经提到了，所以你们只要看到彼此，就会立刻黏腻在一起，非常近。我觉得会非常近啦，不太会错过了。哦，然后我该用这么简单的形容词，我觉得会有点小发光，眼睛会有亮的感觉，会有我们用一种比较 drama 的形容，你们旁边的灯会比较暗下来一点，哦，会有这个状态。主要是因为我刚前面说你们平行的时间有点拉太久了啦，拉得蛮久的。那一种剪影，我刚一直说剪影式的累积出来的熟悉感，已经堆很久了，已经丰沛很久了，所以会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它会该说是爆发开来吗？还是它有一个很厚实的熟悉感会出现？它好像从这里我看到的，似乎不用透过言语或是做什么事，好像从眼神中这份熟悉感会让你错认为这个人是不是你以前认识的人，而你忘记了，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它也会有一个状况是，当你们两个对谈起来的时候，这份熟悉度会让你以为他是一个你忘记了他名字的人，然后你会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失礼，为什么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会有一种这种类似的感觉，可是不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出现在里面，但是那个熟悉感非常强烈。哦，我一直觉得你们，我从这里一路看下来，我总有一个感觉，你们已经错过好几次了。你们有非常近的时候，你们有在朋友的聚会的时候有在附近，但是因为都在顾自己的事，顾自己的朋友，顾自己想做的事，或是去了没多久就想走了，想逃离了，跟别的朋友想去哪里，可是他其实在里面。我一直觉得他有一个，从这里我就已经觉得你们的平行时空已经非常久了。那我会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我在这组牌看到的你们两人的熟悉感很强烈，它不是一个，就说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在附近，已经维持着这一个距离很久了，而且是非常和谐的，一直没有让你们变得比较远，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让你们比较近。我心中有出现一种小可惜，时间就这样浪费掉的感觉。但是后来终究好像能量有还给你们，在你们相遇的时候，好像立刻就能够达成一种非常亲密的状态，非常熟悉的状态。尤其是出现金币6的时候所带来的圣杯6的状态，我还没讲到金币6，我还在讲圣杯6哦的状态，让我觉得你们的相遇晚来了。这样，那我回到金币6的状态是，也因为晚来了，也因为两个人逐渐更加成熟了，也因为你们应该之前就该认识，可是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所以似乎有一个别的力量，希望你们会在更好的时机里面相遇，所以才会以金币6的状态，在这一个位置去诠释你们两个之间那一种超然的连接是什么。他把它形容成一种你们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人物终于出来了，但他并没有只定义在以恋人这个角色出现，他定义着是一种，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幸运星。我常常形容，这个人的出现，除了恋人之外，会有3种，一个是 lucky star 嘛，幸运星，然后一种是贵人嘛，一种是你的智者，这3种人给你的方式不同。当然，他有可能会 mix 混合成恋人的角色，可是他可能
跟恋人的角色，他有别种身份在你的生命里出现。那这一组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幸运星，这个人出现之后，好像会增加某些特别的好运。为什么我会说是幸运星？因为我感受不到他是个智者或是你的贵人的角色出现，所以以三减法来说，我会觉得因为它有一个复合能，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你的幸运星。虽然牌面上我们没有看，还没有，我们说完全没有，是还没有看到它能带来什么幸运，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像是还给你们了，还给你们时间前面所浪费的那些美好，所以应该你们两个的相处上会有，我觉得会有意想不到的恋情跟相处模式会跑出来啦。好，相处模式会跑出来。那这张牌其实我觉得这边还有1、2、3、4，1、2、3，至少可以再翻4张牌来诠释这样。我先翻1张，我来决定一下他有没有要我往下翻讲这么多，因为其实讯息很多了哈。那我翻看看，我先翻1张，看看有没有延续性哈。跳了就抽哦，有延续性，因为它有一个开创性，它有一个问答，它有一个期待。你想下去面问，我都有答案的一种好奇心，就看我的好奇心够不够。很可惜，我的好奇心没那么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好事惊喜要出来了。那这个你会发现，这一轮下来，总算出现水能量，而且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在我对于你们两个接下来相遇之后的感情的发展。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在你的新恋情里面出现，在这份新的故事里出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都是一些爱情上的美好。你想知道多少？你想知道更多，我都能够去把它挖掘出来，告诉你那一个好的方向。至少我觉得这一个是好的方向。即使我没有好奇心，但我还是为了你们翻一下，我就直接翻上3张，来用一个最简便的、最简洁啦，不能说最简便，简便好像我在偷懒哈。最简洁的方式统合3张给的讯息。好，我洗久一点，我直接抽3张连在一起的哈。我洗完抽最上面3张，好。好，好，你们都会因为彼此的出现而改变了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方针，我觉得这比较像方针啦。那它的优点是，它让你们突破了自己设下的自我的界限。它这个坦白来讲，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们原本以为人生应该就要这样走，人生要怎么走，观念是什么，人生相处是什么。可是因为两个人的出现，你们发现了蛮高度的变化性、可期待性对未来，所以你们会更勇于的、乐于的去想要去开创一些什么，去创造什么，去挑战一些什么。而在这一个经历，或是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在这个经历中，你们才会发觉自己的很多。我本来要说是开创性，但我比较想说比较多的欲望，比较多的欲望。Sorry， 楼上做房子会有一些杂音，所以我靠近麦克风讲比较大声一点，不要干扰你们。好，那我会觉得，这个改变应该是好的，它会在你们的人生里面创造出，你会被自己的新能力吓一跳啦。所以我才说你们比较像是幸运星的方式出现在彼此的人生里。它不太像是一个未来方向的指引，而是它比较像是叫醒你内在的某些，先从冒险心而创造出一个挑战的意志，再从挑战了一些简单 label 低的地方的时候，开创出一个自己的新能力。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应该会发现，原来有些你完全不在意、不熟悉或是排斥的一些项目，原来你做得这么顺手。原来你可能在童年的时候
做了某些运动或是画画而被否定了，所以你就觉得你再也没有那个才华或是音乐。可是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让你发现人生的宽广度，可以试着从一种冒险心去挑战试看看，才发现说原来你有很多东西都能做得得心应手，你前面的人生没有做过，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幸运心的方式，而你会因为他在附近。他常常陪着你，他常常支持你，他常常会用比较乐观的方式，让你觉得反正做什么失败也没差。但相反的，你也会给他这个方式，也要给他这个概念。那他也在这一个你来我往，就互相啦，不能说你来我往，这个互相的两个人都是成为自己彼此的幸运线的方式，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是快乐的，因为你们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出现，而且好像乐于跟对方来想说，我想去试看看这个，我想去这个，就对方都会一种欢天喜地方说好啊，去试啊，我们也一起期待，也好奇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好，这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从这里看到的。好，来，再来是这个哈，我们回到，我们来到这个核心了哈。那我先翻开，我先讲一下你们两个想着核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来翻那四张牌来看一下，它在哪哈。Sorry， 很慢才到这个题目，但是就是我希望可以给你们更多讯息。好，这里给的是权杖5哈。我得到第一个讯息是，最后会经过一番挣扎，但是不是你们两个的挣扎，我觉得是你们周边的环境各方面会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整理出来，你们两个相遇的那一个瞬间。来哈，来，基于这张牌哈，我刚刚说它，虽然这里现在有一个混沌期啦，哦，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依循前面的讯息所带来的那个方针，确实是在你们两个相遇前，我们要配合着这张牌所给的最底层的暗示，确实有一些东西还在调整中。我以为它已经调整好了，就只是剩下时间要让你们相遇。可是这张我们所诠释着核心的最重要的那一个讯息，然后搭配着前面的那些统合起来，我觉得它好像还剩下一些小东西正在处理了。它有点像是你做那些牙齿的根管治疗，它可能要抽神经或什么，里面的东西要清干净，它可能不会一次抽完，可是它在帮你打通那个路径，帮你弄得很干净。后来那个牙齿各方面的东西就已经整理完了，后面就完善了，就没什么顾虑了。但大概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一个阶段了啦，因为我觉得它也只是到5哦，他给的讯息只有到5，没有到非常深、非常远的、比较难解的题目的那个概念里去了哈，所以应该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其他4张牌给的一个方向哈，给的一个方向。好，然后我从这组来抽4张哈。来看一下这个4个方位的牌的样子哦，我上面一点，来，它4个位置不是讲东西南北后，它是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定义啦。我只是在看一下哪一个定义的强烈性讯息给我的方向感比较清楚清晰。来，这一张，权杖4者哦，好，这里我看到这里哈，看了权杖4者那个位置的讯息有再更强烈一些，但是还差一个哈。我是比较希望塔牌这个位置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塔牌能量给的方向不是我所期待的哦。那这边善意比较强的位置却出了圣杯10，看来有2个方向正在琢磨哈。那我这边我们所要追寻的一个方向是说，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它在哪？我这边觉得比较可靠明确的讯息是，他现在，所谓的哪哈，并不是说东南西北在哪，或是他现在离你在哪。他这边意思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可能跟你所处的环境有一些类似的东西要发生。所以我这边得到第一个，我觉得从圣杯10给的讯息是说，你们2个之间可能有共同认识的人，共同某种喜悦该要庆祝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可能会打个比方说，可能你们有共同的朋友要结婚了，好，然后或是你们有共同的朋友要生日了。或是那一个事件点要发生了哈，而且它非常靠近，它也在邀约的名单上面，它也
是要去参加那个，所以他这个前面我们在说的那一个有人在搭桥的那个事件，似乎那个特别点，好像在这里说破梗了，好像就是你近期。我们刚刚前面才说，你可能要多参加什么活动，去多对象你自己。那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里有比较明确的事件点。可是这边确实有带来一个讯息是，如果你最近愿意参加喜宴或者谁的生日或什么，尽量去，尽量不要拒绝去。它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连结，我觉得这里都有。那这里塔牌给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它讲的是一个很强烈的爆发性的火能量，在你们两个之间有跑出来。它敦促的催促着是某个将要发生的引爆点，我会把它讲成是事件点，让你们两个会在一个非常欢乐、欣喜的一个氛围里面遇见彼此。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前面是要给权杖四跟圣杯三，我终于知道这一个深渊的暗示是说，他好，我就已经一开始就说他这个点会破梗，可是因为我们的得到的资讯跟讯息不会这么多，不会这么密集，所以慢慢的走到方向之后，走到这里才发现说，原来这2张在告诉你说就是那一个。我刚前面是不是说你会有一种受祝福的，从不同角度受祝福，做到欢喜或什么的那一个氛围里面的路上，原来他在暗示着是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遇见。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有人结婚，有人生日，他就是一个为了谁的好事而庆祝，而你是个参与者的角度去参与。那他也是，为什么他也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平行的嘛。那这一个爆点，它也许不是创造了你们两个的交汇点，它也许还是在这个平行点中间出现一个爆炸的时候，然后当你们往这个爆炸的世界点往那边观看的时候，才发现两个人的观看的角度靠近了，才会观看到彼此。以能量的角度是这样。那我们移到现实的角度，就是这个活动最近的这个活动，它将要出现，这已经算是最近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请你好好把握住最近你所能参加的，好吗？你所能参加的这个因为它必须要先沾着那一个幸福的喜悦的气息，那一份福气，那个世界所散发出来的福气的溢出，福气的喷发的那个氛围里面，两个的所谓的内在的欣喜跟期待，长久以来的期待，会在这个时候，在茫茫人海，在这么多人的时候，你们还能够看到彼此，这就是依循着我们前面所累积的这种，你们两个本来就会有一见如故，出现了幸运星，出现那个熟悉感，会在你们两个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跑出来，就爆发出来。好，然后再加上这一个特别的幸福点加成堆积出来的这一个氛围，似乎你们很难割舍，或是很难回避这种好像各种性质的幸福累加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心里就有一种悸动，就是这个人怎么感觉看得这么顺眼，看这么对你，我一定要认识，我一定要讲话。对方也会有这样子的讯息出来，所以这个点就会好像就踩了一个踏板了，然后两个人就会一个非常好的第一眼。但是这边，我必须说，这边他在一个非常严厉的角度，非常理智的角度，偷偷说了一件事情是：你当下会有非常强大的迟疑跟犹豫，怀疑着自己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一种心动的感觉，是不是只是因为在场的幸福感而催化了、迷幻了你的想法？可是，然后是不实际的。你怕被这种魔幻给骗去，你怕你这个冲动、这个主动会害了你，因为你只是因为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你当时会有这个挣扎哦。记得，这就是所谓的讯息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第一，就是当你在瞬间看到了某个人很有感觉，你想去认识的时候，可是心里有一个魔鬼告诉你说：“没有哦，这只是你现场的气氛。”所以，崔主任，当这两个条件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们内在的那一个直觉是否强烈。那这个考验会变成是说，也在考验着他，也在考验着你，但是一定会有人会主动，那就看谁先突破，然后主动，然后就会这样子。记得，如果对方先主动了，记得如果你是被动的被人搭讪、被人告白、被人施出好意，那这边还有一个重点是，不要回避，不要害怕。你也可以走一步算一步，或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一个圣杯十的能量一直在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作为一个底下的基底，告诉你说，这个幸福就是要来了。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就是爱神来了，谁知道呢？就是这个瞬间，记得要把握住。这个说是非常考验你内在心智的一个强韧度，跟你如何跟你过往是如何相信跟捕捉你的直觉的那一瞬间，它会有点小小的考验你啦。
好，但是我相信从前面的这么多讯息来说，好像不难突破，好像一下立刻就能认清就是这个人。想试，甚至很想要拒绝，很想要否定，力量也不够，也不会把你拉住。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天使牌给的2个讯息哈，天使牌给的2个讯息。我们一样就抽2张天使牌来看看，最简易的讯息是什么来收尾哈？因为通常我都会把它定义成说，我们看了这么多牌，看了这么多的讯息，它会有一个连贯性，会有一致性，可是同时也代表了什么？它把这一条路径写得太清楚，我们会有某些盲点，会有某些没办法观察到的角度。那我会请这里的天使讯息我看他给的数字来去看他每一个天使所带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建言，看他建言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再来做一个整理跟做一些盲点的一个提醒了哈。来2张，来1张给你然后这张是大牌，然后通常我抽到没有数字的牌的时候，我只会跟你说，下面这一张牌可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加成作用哈，它会再把这个讯息再做一个强化。好，来就这2张哈。好，那让我来看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30哈。看一下哈 ，sorry 哈，楼上有点吵哈，忍耐一下哈。30的话是这个也是 Omail 吧？对，是 Omail 哈。那Omail 讯息应该是给了某一种，让我思考一下哈。它很像是它这边在提醒你，你内心会有一些魔鬼啦哈。那我不太确定他这里的提醒是对这一件事情的提示，还是对于你的现状的提示。没关系，你在做自己内在的状况。他这边在告诉你说，你近期内在可能会有一些欲望，会有点过度提升，有点像是野心，有点像是你想要得到的一个名次，得到一个奖项，得到一个工作上的表现，你希望得到一个认可，他可能会有这个。可是这一个也好像有一点太过了，好像已经超出了一个平衡点，他希望你收回来一点，因为再往下去，它会成为一种冲突，会成为一种跟别人的计较，会成为一种心理内在的心魔的累积。这边我不觉得这张牌应该是在对于这整组牌来做提醒啦，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现在的现况做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排除在我们对于寻找这个新恋人的角度去做的一个提醒，它并不是提醒你可能在人际关系中还没有，它这个是额外的独立支线的提醒。那这张牌出来应该有它自己的实际意义，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 bonus 给你的哈。好，那再来是第40是雅泽尔吧哈。我看这组牌，我一直觉得这组牌算难解释啦，因为它比较像是一种自己心里的投射哈。我也觉得这张牌也跳脱了今天我们看的牌，它也在做一个你们可能对于你自己心灵上的某些困惑，可能你最近一直有这个想法解释不出来的困惑点哈。它这张牌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哈，你在安慰一些别人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朋友有一些困难，然后你在安慰他们，或是他的失恋，你在安慰他们的时候，其实那一份安慰哈，他是有点在提醒你，不要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好，没帮助的不够。你要相信自己。当你帮助别人、安慰别人、去照顾你的朋友，他们在失落的时候，他们都能感受到这是你爱他们的方式。而你不要太过于要求自己要做到多尽善尽美，才算是真的有帮助到你的朋友，才算是有安慰到这个人。我们要相信是对方都能够心灵都能够感受到，这是你们爱他的方式，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份爱。好吗？所以这个他也在。如果出现这一个拉斐尔牌的话，我认为他在强调一件事情是尽量去做，尽量去做，不要为了要把它做到非常完善的爱，或是一定要真的帮到别人，或是得到别人的感谢，或是真的在实质上有帮助，你才认定为你是真的有去为这个人付出，才说帮到这个。不要这么想。他说不要执着于这里这边更多的是多做，多去照顾你、关心你的朋友周遭的人，在他们低谷的时候就尽量做，也不是说不求回报，或是也不在乎回报，不是这个方向。
比较在乎的是不要太过于严厉的苛责自己做的好不好，有做就是好的，对方都能够感受到，这是你们爱他的方式。好，那这就是今天这2则天使讯息给的方向了哈。我相信他这个牌可能对于当下看2号牌的朋友有一些实质生活上的帮助，但他确实，我觉得他不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条，我们在寻找信恋人的方位的讯息上。但我想这个讯息应该有对于你们的心灵有一种新的内化的理由，可能帮助了今天我们这副牌或是我没看到的盲点，它需要提醒你的角度。好，既然讯息都出来了，我们就思索一下，认真思索一下也无妨哈。好，那2号牌差不多讲完了，那我们还是做一下看牌最后的提醒哈。记得，因为这个讲很久，都是1个小时，要记得所有的讯息不懂就不懂，不懂我们就抛下。我们需要的是在整个讯息里面有1个或2个出现好的讯息、好的关键字，能够跟我们的内心或是打动我们、感动我们，或是让我们突然有一个新的启发人思索新的方向。那这个讯息就有用，这个讯息就对你才有帮助。因为整副牌几千个人看，每个人所得到的那个讯息点不同。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得到那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帮助于你现在寻找方向有好的指引吧。但这个指引，我希望你们不要完全依赖这里给的，而是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你要去思考你内在的质疑，跟你原本已经想好的既定方向，是否在这里的讯息有跟你有所契合。然后你记得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你要跟它做一个整理、结合、融入、思考，反复思考，才发现说，讯息跟我想的方向比较符合我身心灵上直觉想要走的方向。那我想应该可以这样试看看，可以往这里走看看，可以这样子期待新恋人的出现，而不要太执着于他要什么样子，他一定要什么，我要从哪个方向找到他，我一定要在我的生活圈附近要把他立刻找出来。不需要，他只是告诉你说，大概是这个方向，东西南北，大概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比较舒适，比较舒坦。好，这就是你心里的那一个解答。记得一定要把讯息，无论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其他人都可以。记得你要把那些讯息融合你现在内心的疑惑，跟你内心的肯定句，它会有一个加成作用。记得你内心出来的那一个最后的声音才是你自己的哦。记得一定要把它融合出你自己的哦，因为那个你自己的，你内在才会融会贯通，才会有心领神会的知道这个方向是属于你的。好，那就这样，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哈。那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哦，那很辛苦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